各位好，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哈。今天的问题是第3573题，所谓的 Best time to buy and sell stock 5。所以这是 LeetCode 当中一系列跟股票买卖相关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当然是第5题当中第5题啊。最近可能都是股市问题。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它题目的大意啊。所以它是给一个整数的阵列叫做 price I 代表是第I 天的股价哈。那并且呢，它再给一个整数 k， 然后这边的一个限制就是说，你最多可以做 k 次的交易啊。交易有2种，一种叫 normal transaction 说正常的交易，基本上它就先买再卖，第I 天买，第这一天卖，当然这个 I 当然要小于 J 好，然后 profit 当然就是 prices J 减掉 prices I 卖的价格减掉买的价格嘛，这也没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所谓的 short selling transaction， 它是先卖，在第I 天先卖，然后买回来是在第这一天买，所以这个 I 是小于 J。当然它的获利当然也是卖的价格减掉买的价格嘛，这个当然一定是这样的嘛。好，那他这边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同时你必须呢要完成任何一个交易所有的交易必须在你如果要进行你要进行其他的，你必须要把一个section你必须要把它完成。它意思就是说，你的交易当中的天数是不可以重叠的，不同交易的天数是不可以重叠的。另外，你不能呢当天又买又卖，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一天之内最多就是一个买一个卖，不能又买又卖，不行。然后，请你返回最大的获利 profit，最多 k 次的交易。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例题好，我们先看例题1。那它这里就是2个交易嘛，2个 transaction 嘛，所以第一个当然是正常的交易，先买再卖所以9减1当然就等于8啦。这次获利是这样啊。另外呢是所谓的 short transaction 嘛 ，selling transaction 嘛，先卖再买嘛，所以这边的8减2嘛，等于6嘛。所以2个相加当然就是14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应该很容易看。好 ，OK， 好。那我们再看例题2。好，例题2它的那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看它的 K 那可以最多3次交易。它是说在第0天先买12块，然后在第二天卖19块，所以这里的获利就是7。好，再来就所谓的 short selling transaction， 所以这里呢先卖再买，所以应该是第4天所以这里的话是19减8，所以这是11。好，再来应该是正常的1到19嘛。19当然最大的嘛，好，所以这里当然就
获利就是18啊，所以这应该很容易看了啊。所以这个总共加起来7加11当然18嘛，2个18当然就36嘛，所以我们的获利长红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大概是怎么解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解这样的问题呢，基本上我们是用物件导向的方式，所以我们就去设类别因为它有3种状态嘛。3种状态我们分别给它名称叫 profit， 另外一个叫 buy， 另外一个叫 sell。profit 指的就是说我们目前所有 transaction 都已经完毕了，都已经 complete 都已经结束了。另外一个 buy 代表就是说，我们的目前的 profit， 那目前是说它有一个是目前有一个正常的交易是正在展开，但是还没有结束就是它还没有卖，所以我们这边就用买 buy 来代表。另外一个是 sell 的话代表就是有一个 short transaction 呢，它已经展开了，已经 open 了，但是呢它还没有买它已经卖了，但是还没有买所以基本上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先定这样的一个类别然后当然原则上我们是用所谓的 dynamic system 去解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大概解题的步骤。好，解题的步骤当然我们就是先定义这样的一个 struct C 加加，基本上你要定 class 也可以嘛，原则上我们全部都设 public 嘛，所以直接写 struct 定 struct 就好了。struct 名称就叫 data D 大写。那它有3个成员，然后原则上都是 long 有 profit buy sell， 一开始都设是0。那它当然原则上它要好用，当然你就是去建一个 constructor。constructor 呢，那我们这边都有先给它的 default 的几个情况default 情况就是全部都是0那原则上你里面没有参数的话，就这个3个成员全部是0。那我们是用所谓的 initial list 去将它做初始化所以这样比较方便。好，那所以这定好之后呢，我们就去宣告一个2D 的一个阵列那根据它的 constraints 原则上n 的话它应该是小于等于1000嘛，那 k 的话它会小于等于500根据它里面的。然后我们在它主要的方法 maximum profit 这个里面呢，我们去设 x0， 它就当成 price 的0，那 n 呢当然是 price 的长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一开始主要我们要考虑在第0天在第0天的时候，那原则上你可能有3种动作嘛，所以我们3种state 都要去考虑。一个是 profit 嘛 ，profit 如果说你没有做任何交易，当然就是0另外一个是假设你买了当然一定是减的，卖的话是加原则上我们将第0天的，那我们这里就是用DP0这样的一个整个阵列呢去设将它做初始化。然后呢比较关键的当然就是在后面的回圈的计算部分所以这边我们就从第1天到第 n-1 天i 代表的是天数 date i。那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价格，所以我们就 prices 在 i 的时候，我们就用 x 的
变数来代表。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考虑它的 transaction 啊 ，transaction 的话是从 E 到 K 嘛。好，那我们先去取那前一天的一个资讯，前一天的资讯，所以呢分别来讲它3个成员，我们用 P、B、S 这3个 long 去代表啊。那另外它的前一天，它第 T 减1个的 profit 这个我后面会用到，所以我们的 previous profit 那就是我们假设如果这一次要进行交易的话，我们当然需要这个量。好，那我们这边呢，我们就看我们的 profit， 基本上当然就是你跟 P， 然后这边呢它有2种，另外它总共有这个里面总共有3种可能，一种就是你维持原来的 profit， 另外就是因为你是 buy 的话，这一次你要结束你的交易，所以要 sell 当然就加或者呢你之前的 sell 的部分你这里要卖所以基本上 profit 的话它有3种情况所以我们就取它的 maximum。那这边呢抱歉这边应该是我们要后面2个应该就是我们要 open transaction。那我们这里要 B 的话当然就是 buy 的情况嘛， buy 的话当然就要减嘛S 的话代表 sell， 所以 sell 的话当然是加然后我们这边呢当然就是将这边 P、B、S 呢就将它就放到 DP 在 IT 的值最后我们当然就 return 的是好，那我们最后你要 return 的当然就是这个量我们基本上就算所有的 transaction 都结束嘛，那你最多就是 K 个K 个交易，所以这边最后你要 return 的 DP 在 N 减1 K 然后点 profit 的一个情况。好，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在 LeetCode 上的解答。好，那我们这里到了 LeetCode 的页面那我们看一下刚刚没说的 constraints 的部分那它 prices 的长度呢最大最长是到1000最短是2。那 prices 的值它是介于1到10的9次方所以它难怪需要 long 那 K 的值是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 prices 的长度的1/2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其实我们刚刚也讲过了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是先定义 data struct 所以里面我们用 initial list 的方式去建构这个 constructor。好，这边是第6行地方，我们有 2D 的阵列形态当然是叫 data。好，那所以主要的情况，因为刚刚都说过，我们就直接去执行。好，这几个 case 都 OK 好，另外呢，我们就将它 submit 看看它的一个情形。这应该都通过嘛，所以大概就10几毫秒嘛。好，那我们这里呢，其实可以再进一步做修改，就是说我们想要，因为它这是2D 的DP 我们希望能够将它的空间能够减少一点。那我们一种做法当然就是直接这边设2。好，那
在后面的情形呢，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只要做一件事情嘛，它跟一做 and 计算嘛，我们先做最小的修改嘛。所以这 n 减一的部分当然也要跟一做 and 计算哈，所以跟一做 and 计算其实就是模2的余数嘛，所以它就01嘛，所以这边我们的空间当然就减少了，这是一种方式，这边要留意一下所以看一下。好，这边都 OK， 那我们让它执行一次。好，这应该是正确的。好，我们看。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成效。变成12毫秒了。原则上它的执行的时间大概就差不多是这样。好，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将它再优化。其实我们这边不需要2维的阵列，其实用1维的就好了。好，那所以 and 的部分我们就不将它拿掉。不过这边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是在取前一天的资讯，那你确实要取前一天你在内层回圈呢，其实你就必须要将它的顺序要倒过来，所以这边就是 t 等于 k，t 大于0，这边 t 就改成减。好，那这边我们就把第一个部分通通都把它去掉，这边也是将它去掉。最后这个其实可以不用，这边也去掉。那 C++ 里面有 code by reference 嘛，我们就用 code by reference。这样的你 PBS 它更改之后，它自动那个 DPT 它就会更改了。好，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错误。所以这边只要 DP 就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刚忘了修改。好，这3个 case 都可以，那就代表这就 OK 了嘛，逻辑上都是一致的。好，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成效。好，大概也是10几毫秒。好，另外其他程式语言的部分，比方说 C 语言的部分 ，C 语言它虽然没有 class， 但它有 struct。当然你要设出值，我们就去设一个叫所谓 init 这样的一个函数去设定。当然这边的话，你就要用到指标所以这边我们当然是 data 的 pointer 这边要特别小心另外因为它是 long 的关系，所以它的 maxima 部分我们就自行手动自己去做车轮不完备就必须要自行去完成。然后它在这边第0天这边我们是这边你当然就是你要取它的 address 因为它这边是 pointer 嘛。好，那下面的部分呢，其实这边也是运用 pointer 的方式那我们这个直接 submit 就好了。好，我们看一下。好，
那 C 的部分是打败100%嘛，稍微慢一点啊。好，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程式语言也有实作，应该是 Python 3吧。好 ，Python 3我们一样啊，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当然是在外面先定义 data 这个 class 啊，然后它的 init 的部分啊，也就是它的所谓的 constructor 这边已经设好。那所以在后面的部分，我们当然的逻辑也是跟刚刚 C 跟 C++ 当然都是一致。那11行以后，这边是一个 double for loop， 好，这边也是一样。那我们后面当然也是考虑它的profit 部分跟它 buy sell 的一个情况，然后3种状态都去考虑啊。最后一个的 profit 啊，就是它的答案。好，那我们这边直接submit好了。好，我们看一下成效。好，那它要1秒多钟，但是打败93%以上的 Python 3使用者。好，那我们就先谈到这里。